你知道你家里的风水财位在哪里吗？你知道要怎么找出家里的风水财位吗？这期祥仔会用最简单的方法帮你找出家里的风水财位，然后根据不同的特性去布局催旺你的财运。嗨，我是祥仔。影片的前半部会分享3种风水财位以及找出这3种风水财位的方法，在后半部祥仔会分享如何根据不同财位的特性来布局催旺大家的财运。继续讲下去之前，想要提醒一下大家，视频的内容比较长，大家可以点击关注后慢慢观看。祥仔奇幻游是一个杂谈类资讯分享频道，也会时常分享一些手相风水的玄学相关知识。若你不想错过后续更有用的资讯，就记得一定要点赞和订阅这个频道。好啦，言归正传，什么是财位呢？财位就是指能够聚集财气和能生财的风水位置，是可以激发人财运的方位。财位风水的好坏，在整个家庭的财运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所以要想催财旺财，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出家中的风水财位。风水各门各派对于财位都有不同的见解，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容易明白，祥仔这儿将风水财位归类为3种，每一种都会先讲一个简单到只是对照图表就可以找出财位的方法，然后再分享一个比较专业的，多数风水师傅都在使用的找出家里财位的方法。第一种，大家普遍的财位，这个财位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比如说2024年的流年飞星风水，正北的方位是正财位，这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人家里的正北方在2024年都是正财位。第二种是一家人的财位，这个是住宅的财位。一间住宅的财位从它建好以来就已经固定在某个方位或者某个位置了。在这某个方位虽然会特别利旺家里某一个人的财运，但总体上来说还是影响着家里的每个人的。比如说8运坐亥相4的财运盘，9号财星落在东方，虽然会特别利旺家里的长子或者是属兔的家人，但是依然会利旺全家人的财运。所以说住宅财运是一家人的财位。第3种财位是个人的财位，是根据个人生辰八字、命卦五行推算出来的。根据个人财位布下的风水局，就可以实实在在的旺自己，使自己的财运立刻旺起来。但是家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财位，老公的财位可能在东方，老婆的财位又可能在西方。所以当夫妻2个人都想要旺自己的财位时，如果无法兼顾到的话，祥仔建议看谁的工作或者生意能赚更多的钱，就优先旺谁的个人财位吧。好啦，我们了解了什么是财位，也大致知道财位分为哪几种了。现在我们就来学习如何找出各种财位的方法。我们就先从第一种大家普遍的财位来讲起吧。最简单的就是9运财位了。2024年进入9子离火运，未来20年最大的财位在正北方。9运最旺见到水的方位是北方，北方见水就是有灵神水，而灵神水也是发财水。所以最理想的情况是在你住所外北方的位置能直接看到河流、湖泊、泳池、鱼塘或是其他水系造景等等。当然，如果在你住所外的北方环境中并没有这些水的话，可以试着在家里放和水有关的东西，饮水机、加湿器或者一盆水都是可以的。另一个财位就是流年财位。我们常说风水轮流转，这转的就是流年9宫飞星。流年9宫飞星每一年会飞临房子里不同的宫位，9宫飞星中的1、6、8三个星位往往是代表财星的位置。想知道哪一个财星比较强，就要看当前处于哪个元运了。比如说8运的时候选择8会比较强，而在9运的话，当令的9和1就会比较强。2024年的一白星落在东方，可以在家里东方位置放一杯水或加湿器等，而9子星落在西南方，可以放上9个红包，里面装红色纸币即可，也可以摆放招财的聚宝盆加以催旺。流年财位因为每年都会改变的缘故，只能在当年有效，所以按影响力来说，没办法像个人财位一样终其一生都有效力，也不像住宅财位，在房子被拆除或者房屋本身的运势完结之前都会一直有效。流年财位是大多数风水师都会参考使用的，因为它的爆发力比较强。如果流年财位刚好与个人财位或者住宅财位重叠，只要使用得当，当年就有机会大发，不需要等自己的财气慢慢累积。第二种风水财位就是在一家人中最容易看到的明财位。
所谓的明财位，指的是房间开门后45度角的位置。假若门在房间的左侧，则明财位就在开门后右前方45度角的位置；假若门在房间的右侧，则明财位就在开门后左前方45度角的位置。如果家里的门开在中央时，财位就在左右对角线的顶端上，偏向选取有石墙的位置，比较聚气的一侧为明财位。如果是虚的，比如窗口、楼梯或者是走廊，就不适合了。如果还是很难分得出，就选择左边的一侧为明财位。在我们的客厅、卧室甚至是办公室也是有明财位的。明财位的特性是喜静不喜动，要能藏风聚气。在客厅或者办公室的话，可以摆放土生的植物，植物生长得越茂盛，代表财气越旺。也可以摆放吸引注意力的聚财物品，比如聚宝盆或者紫金洞等。在卧室的话，可以放存钱罐、保险柜等物品来增加财运。尽量不要放高大的家具在这个位置，会压制你的财运。另一种住宅财位是不能明眼看到的，要用风水理气的方法才能找出来。这种财位通常叫做暗财位。不同坐向的住宅都有自己的住宅财位，一般会用八宅法和悬空飞星法来找。相对于悬空飞星法需要分24个方位，还需要分是什么运的悬空盘，又需要分山星和象星。八宅法就简单多了，它只需要看8个方向就可以。我们就先从易到难吧。八宅法根据住宅的坐向，将住宅分为8类，分别是东四宅的坎宅，坐北向南；震宅坐东向西；巽宅坐东南向西北；离宅坐南向北；西四宅的坤宅坐西南向东北；乾宅坐西北向东南；兑宅坐西向东；艮宅坐东北向西南。八宅法认为财位的方位就是八宅中生气和天一的方位，其中生气位代表大财，有一定投机性的财，当然有大财便有大风险，适用于公司、企业或有一定投机性的行业。天一位代表稳财，适用于一般的打工者或一些比较稳定的行业使用。因为应用的范围比较广，所以可以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财位，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天一位视为财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家的坐向对比这个列表的天一位，就能找出自己家里住宅的财位了。比如说坐北向南的房子是坎宅，住宅的财位就在家里的东方，是不是很容易呢？那么现在就要来点难的了。悬空飞星虽然比较复杂，却是大多数专业风水老师使用的方法。因为悬空飞星准确率很高，还可以推算过去未来吉凶祸福。悬空飞星把一个住宅的坐向分为24山，再加上3元9局，一共有144种组合。如果再考虑年运每年一变，则共有1296种情况。而八宅风水把住宅坐向只分为8种，再加上开门方向8种，一共仅有64种组合，也不用考虑时间的变化。可见悬空比八宅的信息要丰富了很多，具备了更精细论断的潜力。悬空飞星盘分为8个方位以及中空9个宫位，每个宫位都有3个数字。在左边的是山星，表示坐向方位的飞星，而在右边的是象星，表示朝向所在的飞星。悬空风水的理论是山管人丁，水管财，看一套房子的财运旺不旺，主要看当旺象星所在的宫位。如果住宅外的这个方位有水、有路或有河，或者家里这个方位有门、有窗或有动荡的能量等等，那就可以旺财运了。比如说8运坐亥向巳的宅运盘，2024年开始就是9运了。9运当令的9号象星落在东方，东方就是住宅的财位了。在9运，9子星是最旺的星，也是正财星。第2旺的星是9号的下一个号码1号星，一白星是进旺星，而出现在象星的位置时，就属于是偏财星。这个宅运盘的一白象星落在西南方，所以西南方就是这间屋子的偏财位。那要怎么使用悬空飞星的方法找出住宅的财位呢？首先要先立自己家中的悬空飞星盘，然后找出9号象星和1号象星的位置。怎样找到家中的悬空盘？具体方法是有点复杂的，如果有同学感兴趣，可以私信我或是留言。如果咨询的人比较多，后面祥仔会专门做视频给大家分享。找出家中的悬空飞星盘以及利吉点，对于每年流年财位的布局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流年9宫飞星和悬空飞星使用的其实是同一套方法，配合悬空飞星盘来看会比较精准，而且找出家里正确的利吉点，
才能正确的布局家里的财位。很多人催旺财位，却感到没有什么风水效果，除了可能忽略了住宅外环境的风水，最大的可能就是布局在错误的方位。比如说2024年的流年财位在西南方，你在这个方位布局旺财运，却很可能因为看错了利己点而布局到另一个方位上。明财位喜静不喜动，而暗财位则是喜动不喜静，尤其是悬空飞星的财位，只有动起来才能生财。所以说这个位置就适合开门、开窗或摆放一些动起来的东西，比如加湿器、饮水机、风水轮或者其他可以流动的水，这样就可以大大提升你的财运了。第三种财位，个人财位，也是最容易找到的命卦财位。命卦是根据每个人的出生年份及性别而计算出来的，每个人的命卦也同时代表八卦中的一个方位。算法其实很简单，祥仔已经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列表，只需要找到自己的出生年份和性别就可以了。比如说1988年出生的男命卦是6号震卦，1991年出生的女命卦是4号乾卦。找到了自己的命卦，就可以去找出你的个人财位了。不同命卦的人有不同的财位，和刚刚讲的八宅法是一样的。根据我们的命卦对比刚刚讲的八宅法的列表，就可以找出我们的个人财位。比如说坐北向南的房子是坎宅，住宅的财位就在家里的东方，而命卦中1号坎卦的个人财位也一样在家里的东方。这就是用命卦来找出个人财位的方法了。根据个人财位布下的风水局，就可以实实在在地旺到自己。如果刚好落在住宅的财位，又刚好催动到这个方位的吉祥能量，那么财运就可以旺上加旺了。这些就是各种找出家里财位的方法了。看到这里你会不会很乱呢？又流年财位，又个人财位，又有明财位、暗财位的，到底哪个财位才是我们应该去催旺的财位呢？祥仔再帮大家简单梳理一下。明财位是最简单的，但是风水力量比较一般。个人财位是针对个人的，对于个人来讲效果是最好的，但是必须配合住宅的财位。比如说你的个人财位在西方，正好在悬空飞星盘中是五黄煞位，再加上2024年流年五黄煞星飞到西方，怎么可以去催旺这个方位呢？而流年财位则是要配合住宅财位来看的。那么知道了家里的风水财位要怎样去催旺呢？大门迎财，客厅接财，厨房生财，卧室存财，最后厕所泄财。大门是家里最主要的纳气口，也是布局财运最重要的一步。最好的情况就是门可以开在旺位、财位，配合门口外能有良好的格局，还没有什么煞气，就已经可以成功的迎财入门。进到家里最理想的情况是先经过客厅，若客厅刚好是住宅的财位就最好了。可以在这里或者是客厅的明财位放置聚财的风水吉祥物品，例如发财树、水晶洞、貔貅或是聚宝盆，来接财气和聚财气。厨房则管一家人的健康运，健康就是财富嘛，再加上炉灶属火，故而有生土的功效，所以厨房是风水生财的一个旺地。住宅财位能够落在厨房，也会很利财运的。个人财位最适合在卧室或者书房布置，针对性强又不会影响到他人。可以在房间的中心点立吉，用小太极的方式找出房间里的财位，然后适当的布局。而家里的财位一定要整齐、明亮、清洁，这样财神爷才会喜欢来拜访你。如果厕所刚好是在财位，也不需要太担心，因为现在的厕所不再有肮脏的茅坑，所以污秽之气有所降低。每次上完厕所之后，盖好马桶盖，以免财气外泄、浊气上升。最重要的是整齐、明亮、清洁，再加干爽。如果厕所的采光不佳，可以采用长明灯，这样才可以使厕所之内的正能量充沛，减少泄财气。要记住财位四宜：财位宜亮，不宜昏暗，明亮则生气勃勃，能让阳光照射到最好。如果不能的话，用灯光照射也行。财位宜生，所谓生是指生机茂盛，应该在财位摆放常绿植物，绿萝、发财树等最为适宜。财位宜坐，把沙发或者床放在财位，可以更多机会沾染到那里的财气。财位宜吉，财位是旺气凝聚的所在地，如果在那里摆放一些寓意吉祥的物件，例如水晶洞、貔貅、吸水象、吉祥鹿或是聚宝盆，则都会吉上加吉，有锦上添花的功效。那么你已经催旺了家里的哪一个财位了吗？还是会去催旺家里的哪一个财位呢？
快来留言和大家分享吧。当然，如果你觉得以上所说的风水财位都很复杂的话，那么就试着只催旺家里的明财位和流年财位吧，催旺财运的效果也是很不错的。好啦，这次的分享就先到这里吧。喜欢我的话要记得订阅、点赞、评论、分享，我们下期再见。